当地时间周一，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在新闻发布会上拒绝用交换一词来描述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回国一事，称这是美国司法部独立的法律决定。他还表示，美国的对华政策没有改变，美国仍然寻求与中国建立竞争而非冲突的中美关系。周二，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称，孟晚舟事件的解决具有积极意义，中方希望美方高度重视，并且采取切实行动，让两个清单能够清零。在当地时间周一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记者接连追问中国以及华为相关问题。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在回应中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在9月上旬通电话时提到了孟晚舟事件。President Xi raised the Huawei official, but again, there was no negotiation on this call. 普萨基还表示，孟晚舟事件与中方处置2名加拿大人案件之间没有关联，不是交换。与孟晚舟达成延迟起诉协议是美国司法部的独立决定。Was the White House involved in brokering the prisoner swap between China and Canada on Friday? Well, first, we'd not refer to it in those terms. We refer to it as an action by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which is an independent Department of Justice. This is a law enforcement matter as it relates to specifically the Huawei official who was released. So this is a legal matter. 普萨基补充称，美国的对华政策没有改变，美国仍然寻求与中国建立竞争而非冲突的中美关系。周二，有记者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提问。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中国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保护每一位中国公民的正当合法权益。自2018年12月初孟晚舟女士被无理拘押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中国政府在各个层级、各种场合全力开展工作，向孟女士提供领事保护和协助，向美加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撤销对孟的错误指控，尽快让她平安回国。在不久前举行的中美天津会谈当中，中方向美方提出了2份清单，一份是美方必须停止的错误言行清单，另一份是中方关注的重点个案清单。2份清单都明确要求美方取消对孟的错误指控，尽快让他平安回国。中美2国元首通电话时，就中美关系和双方关心的有关问题进行了非常坦诚、深入、广泛、战略性的沟通和交流。习主席明确就孟晚舟事件做工作，阐明中方立场，要求美方尽快妥善的解决。华春莹表示，孟晚舟事件的解决具有积极意义。我注意到有媒体评论说呢，孟晚舟事件的解决拔出了深深插在中美关系当中的一根刺，但是由于一段时间以来美方执行错误的对华政策，中美双边关系当中呢还有很多大大小小其他的刺儿。我们希望美方呢能够高度的重视，并且采取切实的行动，让这2个清单能够清零。华春莹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合作，2国和世界都会受益；中美对抗，2国和世界都会遭殃。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按照2国元首通话精神，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尽快回到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华春莹还介绍称，王毅国务委员刚刚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进行了视频会晤，在视频会晤当中，也就中美关系交换了意见。王毅国务委员也简要介绍了中美关系出现目前状况的来龙去脉，表示中美关系是非曲直是一目了然的。面对美方的无理打压和造谣抹黑，中方别无选择，只能也必须挺起脊梁，坚决应对，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维护中国人民的正当发展利益。并不代表说中美关系呢，它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所造成的大幅度的这个下挫，以及呢这现在所出现的种种障碍呢，都因为这个事件就可以得到圆满的解决。实际上呢，就是说呢，这个中美关系目前的大部分障碍呢，都是美国单方面造成的。美国呢，试图呢通过这种胁迫的方式呢，向中方施加这种毫无道理的压力，但是呢，事与愿违。周二，华春莹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是人质外交和胁迫外交的开山鼻祖。美国通过自己的政策和行动，向世界提供了很多胁迫外交的经典案例。曾遭美国无理逮捕的阿尔斯通前高管皮耶鲁奇，周一接受 CGTN 专访，他讲述了阿尔斯通当年是如何被美国滥用长臂管辖进行围猎的，并表示此次中国以国家意志对抗美国长臂管辖，为世界立下了标杆。
周二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有美国媒体报道称，在加拿大公民迈克尔和康明凯回国后，在华工作的西方人已收到通知，今后他们可能随时会因所谓捏造的指控被捕，并被中国用作所谓人质。华春莹回应道：“这话听起来似曾相识，同美西方一些人在涉华问题上制造煽动骇人听闻的荒谬谎言如出一辙。不过又是在玩狼来了游戏，借散布虚假信息来抹黑污蔑中国。中方已经多次声明，康明凯、迈克尔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犯罪，犯罪事实确凿，两人对于犯罪的事实供认不讳，并且亲笔书写了认罪悔罪的材料。”众所周知，美国是人质外交和胁迫外交的开山鼻祖，这项专利的发源地和指挥部都在华盛顿。美国通过自己的政策和行动，向世界提供了很多胁迫外交的经典的案例。曾经被美国用类似的手法围猎的法国阿尔斯通就是受害者之一。我注意到日前阿尔斯通的前高管皮耶鲁奇接受了 CGTN 的采访。那么他在接受 CGTN 采访的时候呢，就坦言，我没有孟晚舟那么幸运，我的公司并没有向我提供那么强大的支持，我的祖国也没有给我提供强大的支持。周一 ，CGTN 专访了著名畅销书《美国陷阱》的作者、前法国阿尔斯通集团市场和销售总监皮耶鲁奇。他表示，此次中国以国家意志对抗美国长臂管辖，为世界立下了标杆。I think this is the end of a very long period for her, which would have been very stressed. So obviously, this is a very positive outcome for everybody, and it shows that when the state is taking this thing into its own hands, it can help a lot in those kind of cases. I see this as a very huge win for China. Because it's really the first time that a country stand up to the long-arm jurisdic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such a way. 2018年12月1号，孟晚舟在加拿大转机时，在没有违反任何加拿大法律的情况下，被加方无理拘押，并有可能被引渡到美国。当时的特朗普政府正拼命挥动对华制裁大棒，妄图打压中国和平发展的正当权利。很多分析认为，孟晚舟已经坠入美国陷阱，而华为也将成为第二个阿尔斯通。然而，历史并没有重演。法国阿尔斯通曾被誉为法国的工业明珠，最辉煌的时候，阿尔斯通做到了水电设备世界第一，核电站常规岛世界第一，环境控制系统世界第一，交通运输部超高速列车和高速列车世界第一。阿尔斯通集团足迹遍布全球70余个国家和地区。曾经流行一句话：世界上每4个灯泡中就有1个灯泡的电力来自于阿尔斯通的技术。阿尔斯通的不幸始于它和行业内的另一个巨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都有着激烈的竞争。2013年4月14号，在美国肯尼迪国际机场，阿尔斯通集团市场和销售总监皮耶鲁奇刚下飞机就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理由是2003年皮耶鲁奇经中间人向印度尼西亚的国会议员和国家电力公司官员行贿，成功竞标了印尼发电站项目。实际上，当时通过中间人来获取国际市场项目是一个被允许也是最常见的方式，包括阿尔斯通在内的许多大型跨国企业都采用过类似的方法。皮耶鲁奇被逮捕后，被告知违反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密谋洗钱罪等10项罪名，如果诉讼成立，将面临共计125年的监禁。Ils m'ont arrêté pour faire pression sur le PDG d'Alstom. Ils savaient très bien que la prochaine étape, c'était de l'arrêter lui-même. En m'arrêtant, ils ont mis la pression sur lui pour qu'il coopère, et donc pour qu'il accepte de payer une amende qui à l'époque était la plus grosse amende au titre de cette loi payée au Department of Justice, donc plus de 700 millions de dollars. Et ils ont mis la pression sur lui aussi pour qu'il vende 70% de l'entreprise au grand concurrent américain d'Alstom, qui était General Electric. 2014年春天，为了迫使阿尔斯通与美国司法部合作，美国当局至少又在其他地方逮捕了3名皮耶鲁奇的前同事。当年4月23号，阿尔斯通的第4名高管、亚洲区副总裁劳伦斯·霍金斯在美属维尔京群岛被捕。期间，美国还招募阿尔斯通内部人员作为密探，甚至在重要会议中用微型录音机录音取证，拿到了阿尔斯通内部长达49小时的所谓秘密谈话录音，这成为他们围猎阿尔斯通的重要武器。
就在阿尔斯通亚洲区副总裁霍金斯被逮捕的第二天，阿尔斯通宣布准备将在公司总业务中占比70%的能源业务出售给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通用电气公司。L'essence du piège américain, c'est d'expliquer comment, depuis 20 ans, les États-Unis utilisent le droit comme arme de guerre économique. Et cela au travers de différentes lois qu'ils appliquent de manière extraterritoriale afin de régir les flux commerciaux dans le monde, afin de régir le commerce dans le monde. 皮耶鲁齐最后以认罪换取从轻发落，被美国关押5年后出狱。他撰写了《美国陷阱》一书，详细记述了自己被捕后遭遇的种种荒唐与背叛。除了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与折磨，他在狱中还不得不面对公司的割席、祖国的抛弃，最终在绝望与愤懑中不得不认罪，一步步陷入美国精心编制的陷阱中。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孟晚舟被无理起诉拘押后，华为公司始终与他坚定地站在一起。中国政府多次向加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要求加方立即释放孟晚舟，为此做了很多切实的努力。I didn't have the chance to have my company support like she had, and I didn't have the chance to have my country support like she had. Okay, so after a few months of incarceration, I realized that I was really alone. 皮耶鲁齐指出，孟晚舟事件标志着中国的一个巨大胜利，将有望成为历史性的转折点。What I have seen in the Huawei case is that the whole company was behind her from beginning to the end, and also diplomatically, China probably did a lot of things to come to this kind of agreement. At the end of the day, no European country will say this, but everybody deep down should feel grateful to what is happening here, because it's really one of the first time that a country is really standing up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stop this craziness of long-arm jurisdiction. So, in fact, this will benefit a lot of other countries, providing they have the courage to do the same thing, stand up and fight back. So let's see what happens, but this is probably hopefully going to be a turning point. 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白宫说，中美元首通话时提到孟晚舟案，美国对华政策不变，那对此您怎么看？主持人好，白宫说呢，中美元首通话的时候提到孟晚舟案，可能性呢比较大。在7月下旬，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访华的时候，中方呢就提出了2个清单，其中呢就包括撤销对孟晚舟的引渡。孟晚舟回到祖国，在深圳机场发表动人的感言，其中呢特别提到习主席关心我们每一位中国公民的安危，同样呢也把我的事挂在心上，让我深受感动。为一个在国外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国民而操心而牵挂，就说明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心目之中呢，人民的地位有多高有多重。习总呢有句名言，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这种人民之上的警戒，在孟晚舟回家上呢体现的是淋漓尽致。至于说白宫说美国对华政策不变，就要看从哪个方面讲了。从战略上来看呢，美国对华政策的确没变，仍然是拉帮结派，与中国竞争和对抗。从策略上讲呢，拜登的政府有一点微调，试图呢在气候问题、危机管控和潜在利益上与中国合作，但是呢，竞争和对抗仍然是主流。孟晚舟回国以后，美国呢马上启动了一项19亿美元的计划，开始从电信网络中拆出并替换华为和中信等中国公司的设备，这些呢均说明中美间的全面竞争会日益激烈。中国和华为呢都不能有侥幸心理，要严阵以待。好，请陈斌先生保持在线，上午将会继续连线您，谢谢。美英两国帮助澳大利亚打造核潜艇的计划余波仍在持续，美英明目张胆的大搞核扩散，引发国际社会的担忧。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敦促有关国家忠实履行国际核不扩散义务。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也对美澳此举提出质疑。
当地时间周一，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大使在会议发言中表示，该条约是人类迈向建立无核武器世界目标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国际核裁军与核不扩散体系的关键支柱。当前国际战略安全稳定环境充满变化与挑战，条约的重要作用更加凸显。张军还指出，中国是最早签署该条约的国家之一，也是核试验次数最少的核武器国家。自1996年宣布暂停核试验以来，中国政府始终恪守承诺，从未动摇过对条约的政治支持。中国以自身方式为推动条约生效进程、推动条约履约筹备、促进条约国际合作等做出了应有贡献。此外，张军就美英协助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表明中方立场，促请有关国家忠实履行国际核不扩散义务。中国反对对 NPT 采用实用主义或双重标准的做法。个别核武器国家不能一方面高喊致力于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另一方面却协助无核武器国家建造核潜艇。本月15号，美英澳三国宣布组建新的三边安全联盟。澳大利亚随即撕毁了2016年同法国签订的常规潜艇合约，转而投向美国的核动力潜艇。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烈谴责，因为与出口先进战机等武器装备不同，目前世界上只有6个国家拥有核动力潜艇。美英向澳大利亚转让核潜艇关键技术，就是在破坏亚太地区的安全稳定，势必引发一系列核军备竞赛。事实上，长期以来，澳大利亚紧紧跟随美国在全球展开军事行动，也从中捞到了不少好处。2020年，澳大利亚国防战略发生大转向，预计将在未来10年内投入超过1450亿美元用于军事研发和武器装备采购，且武器装备进攻性十分明显。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核潜艇外，澳大利亚还计划要从美国购买巡航导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损害南太无核区条约，使南太平洋地区再次笼罩在核扩散的阴霾下，理所当然会受到地区国家乃至国际社会的关切和质疑。美英澳三国应该摒弃过时的冷战思维，本着负责任的态度撤销有关错误决定。美英协助澳大利亚打造核潜艇的计划持续引发国际关注。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日前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对美英澳组建新的印太安全联盟这一战略逻辑表达了质疑。陆克文指出，澳大利亚没有本国的民用核工业，如果新的潜艇需要由美国来维护，那么这支潜艇编队难道要成为美国海军的一部分？澳大利亚海军还是一支战略自主的军队吗？美国投入了很大的资源来将澳大利亚绑定在它的这个安全战车上面，把它打造成一个前台的一个打手，消除了澳大利亚它在中美之间这种灵活游走骑墙的这种空间。那么呢，他认为这个战略收益呢，他得到了。有分析称，近年来在美国怂恿下，澳大利亚被推到了中美竞争的中心位置，种种动作都明确表明，澳大利亚将会给亚太地区安全增添大量的不稳定因素。而在美英两国的有意煽动下，澳大利亚自信心愈发爆棚，也越来越脱离现实，不切实际，长此以往只会自讨苦吃。纽约时报的文章指出，美英澳建立新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实际上意味着澳大利亚把全部赌注压在与美国联盟的未来上。澳大利亚似乎认定美国将长期参与亚洲事务，并准备在必要时打压中国，但事实并非如此。文章认为，澳大利亚压住美国的做法非常冒险。首先，在没有生死攸关的利害关系情况下，美国未必致力于与中国展开一场新的冷战式较量。另外，美国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庞大的经济、无与伦比的军事力量以及核武器库，这些都有助于维护它自身的安全，而澳大利亚必须做好独自确保自身安全的准备。最近2天呢，我们注意到澳大利亚前总理基廷他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说莫里森政权的这个举动实际上是把澳大利亚拱手让给了美国。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中国实际上对澳大利亚不构成任何的军事威胁，但是呢，现在澳大利亚却因为某些意识形态的狂热，因为他的一些不明智的举动，把自己绑定在了美国人的战车上面。那么今后呢，他只能服从于美国人的战略需要，
已经失去了它所有的这种战略自主性。周一，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在接受采访时称，澳方对澳中两国在政治层面上进行直接对话没有障碍，但中方没有表现出对这一机会的兴趣。同时，澳大利亚媒体评论认为，中美之间的转圜余地足够大。近年来，澳以所谓民主原则为由，打光了所有子弹，澳大利亚可能会被置于对华无牌可打的尴尬局面。对此，在周二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华春莹回应称，澳方究竟是真的有诚意来改善和发展对华关系，还是表面说一套背后做一套，甚至明目张胆的捅刀子，中方是有自己判断的。当前中澳关系的困难局面是澳方一手造成的，不是中方希望看到的。澳方对此呢也心知肚明。当务之急是澳方要正视两国关系受挫的症结，认真的思考他到底想把中国作为伙伴还是威胁。澳大利亚需要修复的还包括与法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因单方面撕毁与法国达成的常规潜艇的订单，澳大利亚背信弃义的行为彻底惹怒了法方。法国不仅即刻召回了驻澳大使，而且至今仍未接听澳方的电话。另一方面，在拜登和马克龙一通电话会谈后，两国似乎冰释前嫌。但是美法以及美欧之间的不信任依然存在。值得一提的是，在美英澳三国联手背后插刀法国后，包括欧理会主席米歇尔在内的多名欧盟领导人公开质疑美欧间出现了信任问题。当地时间周三，欧盟美国贸易和技术委员会首次会议将在美国匹兹堡市召开。该机制是在今年6月的欧盟和美国峰会期间创立的，旨在商讨诸如监管大型科技企业活动等领域的战略协调问题。不过，在当前情况下，外界纷纷猜测欧美欧澳自贸协定将面临崩溃的风险。据悉，该委员会是应欧洲主动要求成立的。在经历了特朗普任期内的紧张关系后，这是欧洲寻求增强的跨大西洋合作的具体信号。据法新社报道，巴黎对匹兹堡会议准备的共同宣言草稿不满意，打算做出一些修改。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的主要国家，它对于战略自主的一种重视，也是在当前美欧这种很微妙的关系的这种背景下，欧洲它想主动做出一些改变。在有些特定的领域，比如说 WTO 改革，包括一些技术、数据安全等方面，它可能有这些领域有它自己的发展逻辑，可能暂时不会受到美欧关系的影响。但是如果拜登仍然把欧洲当成一种二等公民，仍然坚持他这种所谓的捅刀式外交的方式，那可能长期来看，欧洲国家对美国的不满肯定会积聚。好，相关话题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抱怨，中国领导人已经近2年不接他的电话了，给法国总统打电话也不理。那您怎么看这一现象呢？澳大利亚总理也是自己干的好事自己不承担，还怨中法领导人不接电话。中澳关系呢本来是很好的，中国呢是澳大利亚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第一大进口来源地。截止到今年7月的前12个月内呢，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额呢是创了纪录的1270亿美元，那么占澳大利亚出口总额的35%以上。但是呢，澳大利亚是怎么对待第一大贸易伙伴的？为了所谓的民主原则，首先呢排斥华为5G 技术，然后呢污蔑中国进行网络干政，接着呢单方面的撕毁“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最新的动作呢是和英美建立起这个AUKUS军事同盟来对抗中国。那么除了美国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呢敢如此的对待自己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领导人不接电话呢，当然是非常有道理了。现在澳大利亚打光了所有的子弹，突然发现自己孤立无援，于是呢开始怨天尤人了。有句话说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时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报销。现在澳大利亚呢就遭到报应了。中国限制钢产量以后，澳大利亚的铁矿石的价格下跌了45%。那么加上澳大利亚疫情防控不力，财政赤字严重，那么从今年的8月起这个经济呢变得疲沓不堪，再次出现了技术性衰退。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喊苦喊冤呢，好像是有点晚了。对待法国一样，你悄悄咪咪的呢把潜艇合同转给这个英美，还好意思呢给人家马克龙打电话？这个法国呢正在组织
这个撕毁合同以后的索赔行动，这澳大利亚呢得付出沉重的代价。莫里森现在呢尝到了无人理睬的滋味了，那就先好好体味一下吧。这背后捅刀的人呢，要是得不到惩罚，那才叫天理不容。好，谢谢陈斌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将于周3进行投票开票。日本媒体通过投票意向调查分析称，新总裁将在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或前外务大臣岸田文雄中产生，当选者将在10月4号成为日本第100任首相。外界高度关注4名候选人各自对华政策，尽管存在温差，但他们不约而同欢迎台湾申请加入 CPTPP。那么，日本政坛狂打台湾牌，意欲何为？来看报道。本次自民党总裁选举的4名候选人分别是岸田文雄、河野太郎、前总务大臣高市早苗和自民党现任代理干事长野田圣子。根据自民党选举规则，328名自民党籍国会议员每人1票，各地普通党员和党外支持者折合共382票，两者合计764票，得票过半者当选总裁。如果第1轮投票中无人得票过半，得票数前2名的候选人将进入第2轮投票。日本共同社周日发布的一项针对自民党全国党员的电话调查结果显示，近48%的受访者支持河野，大幅领先岸田的22.4%，高市的16.2%，以及野田的3.4%。最新调查结果显示，河野极有可能在首轮投票中位居首位，但无法获得过半数的选票，从而直接当选。他和岸田将在第2轮决胜投票展开最终角逐。他又是比较善于用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自媒体啦、互联网啦这样子的一个政治家，他的社交网络的这种账号上面拥有200多万的粉丝，相当于100个人当中就有2个人是他的粉丝。对于日本来讲，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粉丝群体。第2轮投票中，382名自民党籍国会议员每人1票，47个都道府县支部联合会各1票，因此议员票的动向将对胜负产生较大影响。日本共同社通过采访议员或其身边人士发现，在议员票方面，岸田在候选人中领先，大致锁定在135票左右，河野太郎或为100票出头，高市在95至99票之间，野田为20多票，另有20多人尚未决定。日本媒体普遍认为，总裁之位鹿死谁手还不明晰。曾任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的河野，现阶段虽然领跑多项民调，但国会自民党议员内部明显更倾向于岸田。观察人士指出，过往自民党总裁选举主要是不同派系之间的斗争，但此次选举情况不太一样，各派系内意见罕见的不统一，大多数派系决定采用自主投票。日本中央大学名誉教授李德评论说，这相当罕见。长期以来，自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其中影响力与规模最大的派系为安倍晋三所在的细田派，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所属的麻生派辞职，干事长二阶俊博所在的二阶派与岸田文雄所建立的岸田派人数相当，均为40人左右。石破茂建立的石破派仅有20人不到，此外还有竹下派和石原派。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从民调上来说，高市进入第2轮的机会已经不大，但他在此次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备受瞩目，得益于党内影响较大的安倍和麻生为其站台拉票。日媒的报道指出，为了在日本下一届政权中仍保有影响力，安倍化身高市的军师，不仅四处拉票，甚至还指导高市公开露面时的服装和化妆。西日本新闻披露，安倍近期经常给自民党国会议员打电话，敦促他们投票给高市，如不听从就要断绝关系。近日，高市还在记者会上被问及是不是安倍晋三的傀儡，场面一度尴尬。これをもちまして記者会見の方終了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皆様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皆様本当長時間にわたりまし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在自民党总裁选举完成后，根据日本政府此前决定，将于10月4号召集临时国会，届时自民党新总裁预计通过参众两院全体会议的首相指名选举，当选日本第100任首相。因此，外界高度关注4名总裁候选人各自的对华政策和主张。
安倍鼎力支持的高市有意争取保守派的支持，在对华议题上尤为强硬。据日本媒体周一报道，高市当天凌晨在一档电台广播节目上宣称，如果他出任日本首相，将与中国台湾地区建立合作机制，内容包括签署防止领海领空发生事故协定，建立紧急联络渠道，共享并相互通报与侵犯所谓领空相关的航路情报。他甚至扬言要将台湾地区拉进多个国家之间的合作机制，并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此外，高市明确表示要完善法律，称眼下是先使敌方基地瘫痪的一方获胜的时代。他还赞成在日本部署美国加紧研发和部署的陆基中程导弹。在去年的总裁选举中，对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持谨慎立场的岸田，今年一改态度，表态称这是有利的选项。分析认为，岸田此举是为拉保守派选票，力图消除外界对其鸽派的印象。具有外交和防务经验的河野则敲打强硬派，强调高声大喊并非好事。他认为，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反而会成为导致不稳定的因素。针对高市和岸田不顾再次激化历史问题的风险，宣称要在当选后参拜靖国神社，河野同样表示不赞同。他承诺任期内不进行参拜。河野认为，日中之间需要费心保持平衡，因此加强防卫能力以及定期举行日中首脑会谈相当重要。尽管4名候选人在对华外交与安全保障政策方面存在温差，不过他们不约而同对台湾地区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表示欢迎和支持。过去日本往往采用的是切香肠的一个方式，来在政治、军事还有安保安全层面来触碰台海问题的红线。日本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态势下，已经明确站队美国一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日本是有意通过在经济领域，那么支持台湾拓展它的台独的国际空间，那么以此来增强台湾谋独的能力，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让中国崛起，让中国的这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能够这个放缓。好，新闻马上来连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李秀实。李女士你好。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选情焦灼，民调显示河野太郎和岸田文雄最有可能当选。那您对他们俩怎么看呢？河野的支持者是自民党内的中青年国会议员，这些议员大多是当选3次以下的，所以他们的资历比较浅。他们非常担心在即将到来的众议院大选中落选，所以他们集中的靠向河野太郎，因为河野的民意调查度，所以他们聚拢在河野周围，支持他成为新一任自民党总裁。岸田文雄得到了岸田派所有成员的支持，所以他在这一点上是略具优势的。岸田文雄的竞选主张更多的反映出安倍内阁和菅义伟内阁过去正在实施的一些战略方针，而且岸田提出了他的新的政策主张，比较具体成体系，这在其他另外3位身上是看不到的。所以可以说，岸田文雄代表了自民党内稳健的保守主义的主流政治主张。另一位候选人高市扫描赢得前首相安倍晋三的鼎力支持。那么安倍为何鼎力支持他？背后有何盘算呢？安倍一开始并没有支持高市，高市说是安倍默认他参选。那么后来安倍之所以积极支持高市，就是在河野太郎民调居压倒优势的情况下，这就是体现了他的最重要的考量之一，是通过高市来分散河野的选票。通过高市分散河野的选票，会带来让河野在第1轮投票中票数不过半的这样一个结果，这就为岸田文雄进入2强创造了条件。您会如何评价4名候选人在对华政策上的温差？在4位候选人中最为极端，在应对所谓朝鲜导弹攻击的借口下，这个实际上是指中国的。
那么在这个借口下，高市早苗主张要先下手为强，首先要瘫痪敌人的导弹发射基地，而且为了阻止敌人发射导弹，可以动用电磁、无人机等等一切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还要发展进攻型的军力。其次呢，这个是岸田文雄。岸田文雄过去曾经对发展进攻型军力这个攻击敌国导弹基地问题持慎重态度。那么现在他主张是一个有利的选项。岸田文雄也认为发展进攻型军力是一个主要选项。过去他曾经持慎重态度。岸田文雄的主张没有高市早苗那样极端，但他也认为发展攻击敌国导弹基地是一个主要选项。同时，他主张要在他当选之后设立一个专门针对镇压少数民族的负责人权问题的首相辅佐官。虽然岸田没有点名中国，但是他表示在外交上要有话直说，这也是一种被人理解为对中国态度趋向强硬的这样一种表态。河野太郎的主张是，目前中国大陆登陆台湾这个可能性不大，所以应该加强日美同盟在这个问题上的遏制力。日本应该加入五眼联盟。对于发展攻击敌国导弹基地的能力，河野的态度与高野和岸田不同，认为现在说这个事情是无的放矢。与此同时，河野提出中日之间的经济合作还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的，对华外交应该更加稳固。野田圣子提出了坚持对话的这样一个立场，但是对话的结果怎么样？如果相互不能理解，又会采取怎样的措施？野田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所以从政见主张、政策主张的角度来看，野田圣子是4位候选人中最弱的一个。近段时间以来，日本狂打台湾牌，意图是什么呢？他们的目的，首先是要借机使台湾问题国际化，为台湾地区扩大所谓的国际空间。其次，通过激怒中国，利用中方的激烈反应，进一步渲染中国的军事威胁，为日本进一步修订国家战略和军力建设计划创造条件。这就包括国家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和日本军力建设，扩大日本向地缘政治、向周边国家，通过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加强针对中国的军力建设和战略布局。他们大打台湾牌，其目的就是为了以此为借口，加强针对中国的远程攻击能力。好，谢谢李秀石女士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周二发射了不明发射体，有可能是新型导弹。而朝鲜驻联合国代表金星则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朝鲜有权进行导弹试射以自我防卫。此前，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希望结束朝鲜战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回应指，只要韩国结束对朝敌对政策，朝鲜愿意恢复谈判。一边释放和谈信号，一边又进行导弹试射，朝鲜方面究竟有何用意？来看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周二通报，朝鲜于周二早上6时40分左右发射了一枚疑似近程导弹，导弹的飞行距离不到200千米，飞行高度为30千米左右。具体参数和飞行距离、速度、高度等飞行特点与朝鲜之前发射的飞行器不同，有可能是新型导弹。韩美情报部门目前正在对此进行精密分析。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常委会紧急会议，听取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议长袁仁哲就朝鲜相关发射情况的报告，并协商应对方案。美国印太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朝鲜发射导弹并不会立即对美国人员和领土以及同盟国构成威胁。另据日媒报道，日本政府也报告称，朝鲜当天发射疑似弹道导弹未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政府也没有收到船舶受损报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也就朝方射弹作出回应。中方呢注意到了有关的报道，中方主张各方相向而行，按照双轨并进的思路和分阶段同步走的原则来探讨均衡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共同的推动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这是朝方今年以来第6次试射导弹，距离上次火车上发射近程弹道导弹有13天，距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发表谈话提及韩朝首脑会谈和终战宣言可能性仅过3天。有分析认为，鉴于金宇正发表谈话要求韩方撤回将朝方导弹界定为挑衅行为的双重标准，朝鲜当天发射飞行器或旨在试探韩方反应。本月15号，朝鲜军方试射铁路机动导弹，精准打击了设在东部海域800公里水域的目标。朝鲜还首次公布了导弹发射的视频。9月11号和12号2天，朝鲜进行了新开发的远程巡航导弹试射，导弹沿着朝鲜领土和领海上预定的椭圆和8字形飞行轨道，飞行7580秒后，精准命中设定在1500公里外的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在周一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朝鲜驻联合国代表金星发表讲话，称朝鲜有权进行导弹试射以自我防卫，朝鲜绝不会威胁韩国和美国等周边国家的安全。当地时间9月21号，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呼吁正式结束朝鲜战争，而朝鲜方面首先是朝鲜外务省副相李胜成泼了冷水，称没有到发表终战宣言的时刻。不过随后金宇正又发表谈话表示，朝方注意到韩国各界希望早日恢复僵化已久的朝韩关系，实现和平稳定的氛围空前强烈。对此，朝鲜也抱有同样的期待。他同时强调，对于双重标准，朝鲜绝不姑息。朝鲜为应对半岛可能出现的军事威胁而采取的自卫行动被污蔑为挑衅，美韩却把自己的扩军活动美化成确保对朝遏制力，这就是双重标准。金宇正称，如果韩国放弃敌视政策以及不公平的双重标准，朝鲜可以按照韩国的提议正式宣布终战宣言，甚至讨论举行面对面首脑会谈的可能性。金宇正这次的表态呢，是一个软性的或者说柔性的一个表态。那么他强调从公正的角度，从这个相互尊重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出发呢，然后南北建立一个比较积极的、健康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另外一方面呢，它也有可能是一种是无法达到的一个天花板。所以他这样的一个表述呢，有一点它的灵活性的一个体现。有观察指，近来朝韩双方都围绕半岛局势进行公开表态，局势似有缓和。但与此同时，朝韩双方都有新的军事动作。除了朝鲜，韩国也于近期试射了第1枚由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使韩国成为世界上第7个拥有潜射弹道导弹技术的国家。文在寅还声称，韩军已充分具备了应对朝鲜挑衅的能力。此言一出，立刻引发朝鲜方面的回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周2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希望朝韩双方互示善意，为推动半岛局势安全稳定创造条件。朝韩呢是同一民族，血浓于水。作为近邻，中方的一贯支持朝韩通过对话和协商来改善关系，推进彼此的和解和合作。印度总理莫迪上周6访问华盛顿，参加4方安全对话，并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双边会晤。拜登重申了美国和印度之间防务关系的力量，以及对印度作为主要防务伙伴的所谓承诺。但美国却拒绝向印度输出核潜艇技术，印度也转向波音公司的老对头空客购买军用运输机，并不顾美国反对，坚持引进俄罗斯的 S-400空防系统。分析指，美印所谓日益强化的军事合作看上去很美，实则貌合神离，各有算盘。
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9月15号，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组成 AUKUS 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美国向澳洲输送核潜艇技术，印度方面对此强烈不满。印度海军前参谋长普卡拉什透露，此前印度也曾向美方询问过关于核潜艇反应堆技术的问题，但美方以违反法律为由拒绝了印度。印度舆论认为，很明显，刚刚成立的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凌驾于美日印澳4国联盟之上，是对后者的背叛。2008年，美印签署协议，双方同意进行民用核合作，迄今已完全签署4项基本协定，但未涵盖军用核技术。目前，印度海军拥有16艘潜艇，包括1艘租借俄罗斯的核潜艇。印度媒体此前也炒作过从美国获得核动力航母技术，后来又降级为航母阻拦索，但均未实现。有印度媒体表示，虽然美国和印度签署了不少军事协议，但印度从未能从美国获得任何重要高科技。有评论讽刺，虽然印度也将英语列为官方语言，但是在美英澳 AUKUS 这个盎格鲁撒克逊核心圈子前，印度就是个外人。被美国摆了一道的印度也有自己的小算盘。据报道，印度国防部上周五与飞机制造巨头空客集团签署合同，购买56架 C-295 型运输机。印方说，这一采购项目旨在实现印度空军运输机更新换代，同时推动印度飞机制造业发展。印方说，全部56架运输机将于10年内交付，在印度空军服役，取代目前使用的阿弗罗运输机。这将使印度空军运输机朝现代化迈出重要一步。据报道，印度空军现有56架上世纪60年代购买的英国制造的阿弗罗748型运输机，急需更新换代。印度国防部说， C-295 运输机可载重5至10吨，能空投部队和物资，将大大提高印度空运能力，尤其是在北部、东部和安达曼尼科巴群岛。印方说，56架运输机中40架将在印度尤塔塔集团制造，本土数家中小企业将参与飞机零部件生产，交付完成以后，印度可以继续生产并且出口该型运输机。其实，之前印度与美国波音公司的合作最多。印度现在装备的 C-17环球霸王运输机、P-8反潜巡逻机和 AH-64E 守护者武装直升机都是美国制造，总价达上百亿美元。而这一次，印度却选择了波音的老对头空客，也着实让美国方面大丢面子。